想象一下，你穿上一套装备，然后就能轻松举起重物，或是走好几公里都完全不觉得累。这听起来很像科幻电影里才会有的情节，对吧？但这就是现在2026年1月在拉斯维加斯 CES 上正在发生的事。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你深入剖析的就是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技术。你给了我们一些刚出炉的资料，有 CES 的最新产品，还有一份很详尽的市场分析报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项技术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说它真的准备好要走进我们的生活了。没错，而且我觉得这次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力量增强了，它已经演变成一个结合了人工智慧、物联网还有大数据的一个智慧生态系。这是一个从辅助工具到协作伙伴的质变。协作伙伴，对，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好的，那我们就从最硬核的开始拆解吧。German Bionic 公司的 Exia 机器人外骨骼，它的标语是穿戴式 AI， 听起来就很未来。资料上说它的核心是一种叫做实体 AI。Physical AI 的技术，它不只是在云端分析，而是直接在现实世界中行动。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实体 AI 的关键在于，那个智慧不再只是一串数位讯号，或是在荧幕上给你一个建议，而是转化成即时的物理上的力量，跟使用者同步互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有智慧的肌肉。有智慧的肌肉？对，它不只知道你想做什么，还能立刻帮你做到。而且这个力量还不小。资料显示 ，Exia 每次抬举动作可以提供高达38公斤，也就是84磅的动态支撑。这很惊人，这几乎是一个小学生的体重了。而且它背后的扩增 AI， 据说训练基础非常特别，不是用电脑模拟的。对，这点至关重要，也是它跟过去产品最大的不同。怎么说？传统的机器人学习常常是在那种很无菌的模拟环境中进行的嘛。但真实的仓库或工厂充满了各种变数，像是地板不平，或是有人突然走过去。对，就是那些。所以用真实数据训练代表 Exia 的 AI 模型，从第一天开始就学会了应对现实世界的混乱，而且它能分辨出一个熟练的工人和一个新手在搬同样箱子时，那个发力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引出我的一个疑问了，既然 AI 这么强大，那科技的最终目标难道不是用全自动机器人来取代这些体力工作吗？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力气去增强一个人类？这会不会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方案？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 German Bionic 的技术长 Normal Stoller 在资料中的一段话给了最好的答案。他怎么说？他说，这项技术是为了那些在仓储、生产线、护理病房等岗位上维持我们社会运转的人们，目标是实质地为他们减轻背上的负担。所以这背后有更深层的考量。对，其实有2个层次。第一是现实层面，人类的灵活性、判断力，在很多非结构化的环境中，还是远胜过机器人。第二，就是一种更深层的人文关怀。这项技术的初衷不是淘汰人力，而是保护人力，让他们能更健康、更安全地完成工作。所以重点是人机协作，而不是机器取代。没错。而且资料还提到 Exia 是一套一体适用的解决方案，用在物流、制造甚至医疗照护。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搬箱子和移动病患的动作应该完全不同吧？这正是那个实体 AI 的厉害之处，它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教练，能持续判读你当下的情境。当你弯腰准备搬重箱子，它就提供强大的腰部支撑；但当你转身拿个小零件，它就立刻释放辅助力，完全不干扰你。了解。那在医疗上呢？协助移动病患时，它的辅助模式会变得更平滑、更稳定。这背后就是一个庞大的数据生态系在支撑。说到数据，它还连接了手机 App 和一个叫 German Bionic IO 的数据平台。企业管理者能看到人体工学评估，这听起来会不会也变成一种新的工作监控工具啊？这个疑虑很合理。任何收集数据的技术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对啊。那从它的设计理念来看，这个平台的主要功能是预防伤害。
比方说，平台可能会发现某个工作站的员工普遍出现不良的弯腰姿势，那这就不是员工的问题咯。对，这就是工作流程设计有问题。企业就能根据这些数据去优化工作环境。它把传统的体力劳动从一种消耗转变成一种可量化、可优化，而且更安全的工作流程。OK， 为专业人士打造一套 AI 动力服务来保护他们，这在逻辑上完全说得通。但你给我的资料里，接下来的发展就让我有点惊讶了。一家叫三补的新创公司在 CES 上发表了号称全球首款的消费级外骨骼 Exo 3，目标客群不是工人或士兵，而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没错，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转变，可以说是从专业的 B to B 市场直接跨入充满变数的 B to C 市场。他们把价格都公布了。最基础款的 Exo 3售价$11,999，这个价格说实话听起来很微妙。怎么说？它不便宜，但也不是遥不可及。你大概可以用这个钱买一台高阶的游戏机或是一只新手机，但问题是，人们真的会花$1000多去买一双电动腿，只为了让走路或爬山轻松一点吗？这会不会只是一个给科技狂热者尝鲜的小众玩具？我认为这里真正的颠覆性可能不是价格本身，而是价格所带来的心理转变。心理转变？对，过去外骨骼要么是数万美元的医疗附件设备，要么是工业用的生产工具。它给人的印象是给有需要的人用的。但三补把它定价在一个高阶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区间，就像你说的，跟专业相机或高阶电动自行车差不多。它是在重新定义这个产品的类别，从医疗辅具转变为生活风格装备。生活风格装备 （lifestyle gadget）。对，这个心理上的跨越比单纯降低成本要巨大得多。它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消费市场。这个说法很有趣。就像电动自行车一样，一开始大家觉得是给体力不好的人骑的，现在却成了很时尚的通勤方式。就是这个道理。所以 Sambu 的技术重点也应该和工业用的 Excel 很不一样吧？它不需要帮我举起38公斤的东西。完全不同。它的重点不再是绝对的力量，而是效率、舒适度和智慧适应性。资料里提到了几个技术亮点，比如双向量动力设计。双向量动力设计，这又是一个听起来很专业的术语。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得简单一点，想象一下，比较简单的设计，可能只是在你向前跨步的时候，从后面推你一把。但双向量的设计，可以在你向前跨步时提供推力，同时在你抬腿时也提供一个向上的体力。它辅助的是一个更完整的运动轨迹。所以体感上会更流畅、更自然。对，感觉更像是你自己肌肉的延伸，而不是一个外挂的马达。听懂了，它不只是推，还会提。另一个技术是人类意图辨识 AI， 这个听起来更玄了。其实原理并不复杂，它透过内建的感测器，持续分析你身体姿态的微小变化。譬如当你准备上楼梯时，你抬脚的角度、速度，还有身体重心的转移，都和在平地上走路不同。AI 捕捉到这些前兆，就能预判你将要上楼梯，然后在你真正踏上第一阶之前，就自动切换到爬梯辅助模式。没错，松补的创办人 Martin Ai 说，这就像为双腿打造的智慧变速箱。在你给的另一份 PC Mag 的文章里，也提到另一款类似的产品 Defy Psychic， 里面有个形容我觉得非常传神。说它像是为走路设计的电动自行车。对，那个比喻真的非常贴切。文章描述说，穿上它，每走一步都会感觉到脚跟被轻轻地抬起来，好像多了一块不知疲倦的小腿肌肉。哇，这个例子就让我们能具体想象这类产品的体感。它不是要把你变成超人，而是在你原本的动作基础上，提供一个轻巧自然的助力。
为走路设计的电动自行车，这个概念一旦建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也让我更相信你刚说的生活风格装备的定位。没错。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给专业人士的 AI 动力服，另一方面看到给健行者的电动腿，这整个产业感觉像是突然爆发了耶。你给的那份 Markets and Markets 的报告背后的数字应该很惊人吧？数字确实非常惊人。报告预测，全球外骨骼市场的规模将从2025年的5.6亿美元成长到2020年的20.3亿美元。哇，从5亿多到20亿。对，它的年均复合成长率 CAGR 高达29.4%，每年将近30% 的成长率，这在任何产业里都是非常高速的膨胀。如果我们深入去看这些数据背后的驱动力和限制，就能把刚刚谈到的产品串起来了。好，报告指出，最大的驱动力有2个。第一是医疗领域对机器人复健方案的需求不断上升，第二就是工业和制造业的采用率增加。这就完全对应到我们看到的医疗是基础，而像 German Bionics 的 Exia 则是现在最主要的成长引擎。正是如此。那限制呢？是什么在阻碍它发展得更快？报告点出的最大限制是高昂的持有成本，这不只是设备本身的价格，还包含了后续的训练、客制化和维护费用。哦，这一点也正好凸显了孙部的定价策略有多关键。没错，他正试图用一个相对亲民的价格，直接攻击整个产业的痛点。不过，就算是消费级产品，维护应该也是个问题吧？我买了这个电动腿，如果坏了该怎么办？这绝对是他们需要解决的挑战。工业级产品可以有专人维护，但消费级产品必须做到尽可能的免维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孙度特别强调 IP65 防尘防水、轻量化这些设计。不过，报告也点出了其他挑战，像是舒适度、对使用者自然动作的干扰，还有最关键的电池。对，电力供应。这可以说是目前所有穿戴式设备的阿基里斯之重。有挑战就有机会，报告提到的机会是什么？最大的机会就在于和 AI 物联网技术的整合。这一点我们在 Exia 的数据平台和 XOS3 的意图辨识 AI 上都清楚看到了。AI 让外骨骼从一个笨拙的助力马达变成一个能理解你的聪明的合作伙伴。另一个被提及的巨大潜力则是在军事和国防领域。这份报告还对市场做了更细的划分，对吧？这好像也能解释为什么孙部会从腿部产品切入。是的，这些细分数是很有意思。从应用领域来看，医疗保健目前仍然是最大的市场。主要用在复健。对，但成长最快的类型则是像 Exo 和 XOS3 种动力式外骨骼。而从应用部位来看，下肢外骨骼占了最大宗。为什么是下肢？原因很简单，行动能力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无论是复健、工作还是休闲，都离不开双腿。所以从腿部切入，就意味着最大的潜在市场。那从地理分布来看呢？欧洲、北美谁领先？目前在2024年，欧洲的市占率是最高的。这可能跟他们在工业 4.0 还有应对高龄化社会方面起步比较早有关。但报告预测，美国，特别是美国，将会是成长最快的市场。这背后可能是美国在国防科技上的巨大投入，还有更活跃的创投环境。所以，今天我们从协助仓储人员举起38公斤重物的 AI 动力服，一路谈到今年夏天你可能就能买到让登山健行更轻松的穿戴装置。整个看下来，这项技术确实正从专业的利基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一步步走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这无疑是一个转折点。AI 的整合正在解决过去外骨骼最被人诟病的几个问题：笨重、不够智慧、适应性差。虽然成本、舒适度和续航力这些核心挑战依然存在，但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通往主流市场的路线图。在你给的资料中 ，German Bionic 的执行长 Armin G. Schmick 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在最后思考一下。他说，这项技术的未来不仅止于工作，
更将帮助高龄化人口在生活和休闲的各个方面保持活跃、独立和行动自如。这就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结尾。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套轻便、智慧、价格亲民的外骨骼可以帮你轻松提起一周才买的沉重菜篮，或者让你更有体力陪孙子女在公园里跑跑跳跳。对，当那个时候来临时，我们对于变老这件事的定义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过去我们谈论变老，常常和体力衰退、行动不便这些词汇连接在一起。但如果科技可以大幅减缓，甚至消除这些物理上的限制，那么年龄所带来的限制将更多的从生理层面转向心理和经验层面。当累不累不再是你决定要不要出门、要不要尝试新事物的主要考量时，生活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全新可能性？这不仅仅是重塑个人的老年生活，它甚至可能改变整个社会对于劳动、退休和世代关系的看法。这或许才是这项技术带给我们最值得深思的提问。